各位观众，大家好呀，我是原声带小江。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日系大厂。说到这个日系大厂呢，其实大家脑海里面一定会闪过一个品牌，它就是这个铁三角。铁三角呢是日系传统的这个音频大厂，涉及的业务包括这个黑胶机，也包括这个黑胶唱头，包括甚至于一些麦克风、耳机这些等等音频方向的业务。而这个铁三角呢，其实在近年来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许多产品线，有点销声匿迹，甚至于说这个没什么声音的这种感觉呀。就比如说它的这个入耳线，自 IEX1 发布之后，是很长的时间没有再更新过新的产品了。包括本身 IEX1 这副耳塞，其实我们觉得它也是比较有争议的这么一个产品，调音并不是传统的这种铁三角的风格，让这个很多铁三角对它抱有很高的这种女读期待的这个观众呢，可能是有点失望。但是呢，前两天铁三角终于是把这个重量级的产品鸣神是在国内召开了一个发布会。这个鸣神可能大家都有所耳闻。它是售价要将近60多万的一副 high-end 级别的，可以说号称是我们这个量产耳机里面价格最高的这么一副产品。这个鸣神呢，可以说是由两部分的这个组件所组成的，一方面就是铁三角专门去调制这么一个电子管的专用的耳放，另一方面就是它这个黑饰木做这个外壳的这个耳机，也是和这个两个一起搭配去听的。当然这个鸣神呢，西卡西，对吧？但是，我们这个庙小还是没有能力替大家现在搞得到。但是铁三角，也在最近发布了一款相距于我们平常的这个烧友更为接近的一款耳机，它就是空气动圈系列的最新一部作品 ADX3000。今天呢，我们主要就给大家讲讲这个 ADX3000这一副耳机。首先我们来看这个包装。这个包装还是这个铁三角传统的高端头戴式耳机线的这个牛皮纸外盒，包括我们的这个 AWKT 啦、ADX5000 啦，都是由这种牛皮纸的这种包装盒运输到我们这边，然后大家买回去，这个牛皮纸就当做这个耳机的外箱。然后这边有一幅照片呢，大概的展示了这个 ADX3000耳机的一个外观，粗略的一眼看上去，就是这个空气动圈系列耳机的这种传统的家族设计，和它的这个兄弟ADX5000基本上是保持了一致的一个设计思路。好，我们现在打开这个牛皮纸箱，看看里面究竟是有什么不同。在这个牛皮纸箱里面，铁三角设计了一个还算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提拉机构。大家把里面的这个硬纸片衬层打开的话，就是我们这个内部包装。内部包装的话，铁三角在这个 ADX3000耳机里面呢，是给到了我们这个应该是铝合金材质这么一个手提箱。和这个他们家大哥 ADX5000 不同的是，虽然说大家都是有这个手提箱的内部包装，但是 ADX5000的这个包装箱显得要更加的厚重一些。它是一个类似于表面麸皮材质的这么一个运输箱，而这个 ADX3000呢，就是一个铝合金材质的这么一个运输箱。猛一眼看上去，甚至有点像这个可能是他们家的麦克风，甚至一些乐器产品的这种运输箱。打开内部包装就是我们这个铁三角 ADX3000耳机的本体了，然后随机是附带了一根应该是3米长的，这个进耳机这边是 ARDC 接口，然后这边是6.35镀金插头的这么一根线材，就没有什么其他的配件了。这个运输箱的设计，我觉得其实还是挺好的。一方面它的重量是要比 ADX5000要轻一些的，再者说呢，它给到这个提把，其实我们方便于提在手上进行一些短途的移动呀等等这种作业。铁三角的这个箱子在便于移动方面做的还是不错的，然后箱子这个上盖这边有这个蜂窝状的这个海绵垫层，可能也是防止我们这个耳机划伤。仔细端详我们这个 ADX3000耳机本体，整体的设计思路其实可以说和这个 ADX5000是如出一辙。
无论是从头梁的设计，还是这个单元的外观方面，基本上就是类似于双胞胎的这种感觉，基本上一眼是看不到什么差距的。这个说到铁三角的这个 AD-X 系列，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空气动圈系列，其实它在这个声音之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优点，就是说它的这个重量非常的轻，就我们佩戴在头上基本上是感觉不到任何压力的，就包括于我手上这一支 ADX3000的话，它的重量只有253克，然后再加上这种人体工学的设计的头梁，它整个重量是均匀分布在我们头顶的话，是感觉不到这种压头或者说是夹头，感觉这个颈椎可能有点受累这种情况的。包括我们可能这个听众他是在这个写字台啦，或者是工位上面，他可能去用这款耳机，如果这个时候它耳机重量比较重的话，那可能是会加重我们颈椎的一个负担。那铁三角的这个空气动圈系列是完全不存在这个状况的，它的重量可以说是非常之轻。铁三角的这个空气动圈系列，它的一个技术思路呢，其实也比较简单，它就是通过操纵这个空气的流动来实现这个声音的最佳处理。铁三角这个空气动圈，也就是 ADX 系列，它的主要技术特点呢是有这么几个。首先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在单元的外边，它是有这么一圈，支撑这个单元在这个耳机内部它起固定也起到稳定作用的这么一圈支架。铁三角把这个支架是做了轻量和一体化处理的。包括咱们很多耳机，它可能在这个单元，也就是这个圆形的振膜周围，它有3到5个零件是用来固定、支撑，然后保证这个耳机动圈单元的这么一个声学性能的。但是铁三角呢，将这可能有3、5个零件，它是进行了一个一体化，一个零件可以顶上3、5个零件的作用。这么着的话，就是既减轻了重量，同时呢也避免这么多零件它们相互干扰，或者说是结合不紧密，去影响声音的发挥的这么一个情况。另一方面呢，铁三角的这个空气动圈系列，它这个振膜面积是非常大的，达到了这个直径58毫米，包括这个 ADX5000、ADX3000，它们哥俩都是用了这个58毫米直径的一个振膜。这个振膜的面积呢，可以说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头戴耳机界、动圈耳机界里面也算是相当大的一个面积了。打个比方，可能这个很多烧友他们出烧玩的这个拜亚的 DT900 Pro X 这么一款也是很经典的耳机，它这个单元的直径只有45毫米。这个铁三角的这个动圈呢，它就是直径足足要大13毫米。当然，这个振膜的面积或者说直径越大，它并不一定代表着这个声音就一定越好。但是呢，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振膜的直径加大，它等于说推动的这个空气量也一定会加大，整体的这个声音的动态表现就会更加优秀。其实自从这个 ADX3000我们听说它的这个消息以来呢，这副耳机我们就可以预想得到，它是免不了和这个竞争对手品牌，甚至于包括自家的这个老大哥去对比的这么一个情况出现的。因为这个自家的 ADX5000老大哥可以说是珠玉在前，是非常有实力的，非常有特色的这么一副旗舰级别的耳机。我们首先可以来对比一下这个 AD-X3000 和这个 AD-X5000，它们在参数和这个设计上有什么区别。其实大家猛一看上去，这个外观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也是详细的去做了一下对比呀。这个 ADX3000 呢，外观方面，整个包括头梁还有这个单元的结构，大家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中间的这块磁铁，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有区别。铁三角呢，虽然说这个磁铁的材质都是德国的这个坡门杜尔的这个磁铁，但是我相信，既然它是作为2个型号出现的，那它可能是这个整体的调音还有这个磁路布置方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这2副耳机，ADX5000是重270克，然后这个 ADX3000是重253克。这个17克的这个重量差异到底出在了哪里呢？我估计一部分可能就是在这个磁体配置上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耳罩材质。这个 ADX3000的耳罩材质呢，它是用的这种
天鹅绒的材质去做这个耳罩的。ADX5000的这个耳罩的它的那种毛茸茸的质感就要轻很多，当然这也可能是一些调音上面的取舍所导致的。我刚刚也是抽了2天时间去飞快的试听了一下这个 ADX3000，并与几副耳机做了一下对比。接下来我给大家就好好讲讲这个耳机具体的声音表现是怎么样的。Stories I've been told,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my own shadow. Free from all old stories I've been told,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my own shadow. We are free. Awareness is my virtue, and I'm grateful for the search to dive deep within my own mind and to trust the intuition of the lives I've lived before this. Our essential form of gnosis, it's a simple form of freedom, smooth as inhalation, and the exhale is releasing all the tension I've been feeling on the surface and beneath me. I'm connecting to my spirit, and I'm here now right before you, present in this moment, and our life's work is to honor the beauty all around you. Oh, 我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 ADX3000耳机大体的声音风格。这个 ADX 系列呢，它叫空气动圈系列。一方面呢，它指的是这个耳机的重量非常轻，戴在头上好像就像戴了空气一样，没有什么重量。另一方面呢，是指这个耳机的振膜面积比较大，推动的空气量，相应的也会增大。还有一方面呢，我想一定指的是这个耳机声音的风格是那种非常有空气感的、自然的、通透的那种声音风格。这副耳机呢，纵向声场可以说是所有头戴式耳机里面，它也绝对算得上是 T1 级别的这么一个表现。横向的声场呢，则相对收窄一些，并不是那种无边无际的感觉。整体的3频呢，分布的相对还是比较均衡。低频下潜并不是做的非常声量非常大的那种感觉，而相对于是给到我们一个氛围感的这么一种体现。耳机的中频和高频则值得拿出来大书特书一番，做的是非常优秀的。提起这个铁三角的声音风格，很多观众的第一印象可能是这个女读，但是其实我们这个 ADX3000这副耳机，它人声绝对不算差的。包括你森海或者拜亚，你全系的耳机拿来比人声，和这副耳机去比，它也是远远比不过的。但是呢 ，ADX3000它并不能说是一副人声像的，甚至于女读像的这么一个耳机。它整体来说，很大程度上还是兼顾了这个器乐的表现的。就我们包括聆听一些这个爵士乐，甚至于包括小编制四季这种很著名的小编制室内乐，它都是给的非常到位的。这副耳机它给到的音色并不是那种很细线条的、很顺滑、很绵密的那种感觉，反而说它有点像把各个音符都打散在空气中，好像我这个爬到这个山顶，这个云遮雾绕的这种感觉。各个这个声音的元素是有条不紊的，此起彼伏的那种感觉，好像就我们在这个听音乐的时候，仿佛穿行于云雾之中，有这么一种体验在其中。
这副耳机一个最大的特点，其实还是它的这个动态表现。在聆听柴可夫斯基《天鹅湖》这组曲子的时候，大家如果对这个曲子有印象的话，应该是对它这个曲子对动态的巨大的要求是有一定印象的。在这一方面，铁三角的 ADX3000可以说做的是非常的优秀。整个这个声音高潮起来的那一下，可以给到我们这种汗毛倒竖，整个人好像就要原地起飞的那种感觉一样。这种是绝对不夸张的。这副 ADX3000耳机的定价其实也是比较微妙的，那自然是少不了两副耳机的对比。一个就是在这个7000价位叱咤风云的这个森海塞尔的 HD800S， 另外一个就是自家的这个老大哥 ADX5000。ADX5000当然价格是要相对昂贵一些，是来到了5位数，要万元往上。很多这个观众你就会心生疑问，对吧？你这个差不多3000多4000的价位的差价，我到底要不要咬咬牙去上这个 ADX5000？你这个 ADX3000，会不会出现这个不上不下半桶水的这么一个情况？我认为还是不会的。因为我们在参数上也其实可以看到，这个 ADX5000它的阻抗呢是来到了420欧姆，而我们这个 ADX3000它的阻抗实际上只有50欧，这个已经差了有8倍还多的这么一个巨大的这个阻抗的差异，会带来最大的一个影响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ADX5000耳机它对于前端的需求其实是非常高的，甚至于说可以到了挑剔的一个地步。如果您手头没有这个功率比较强的、控制力很强这么一种耳放去接驳这个 ADX5000的话，那可能 ADX5000给到的这个声音就是绵软无力的，它的这个声音就不是那个清新脱俗的那种空气感了，它反而是那种有点有气无力的气若游丝的那种感觉了。而我们这副 ADX3000呢，它对于前端的包容性就要高上很多。我们有些这个可能家里面还没有去配置这些高水平的台机的这个设备的朋友们，你们是不需要担心它的推力的。我也是专门去试了一下，哪怕我们把这个 ADX3000直接接到电脑上，它的这个声音的整个的完整度也是比较有保障的，整体的声场包括动态基本上给的已经是有778的这个表现了。就是说包括您平常的这些便捷的一些影音娱乐啦、游戏啦，基本上用这副耳机是完全不在话下的。当然这副耳机毕竟号称这个铁三角的空气动圈，它是与这个 ADX5000一脉相承的。您如果家里面有一副高水平的台机，它的这个整体声音还是会更上一层楼。一个就是说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动态的表现，如果说您的台机的功率储备到位的话，它真的是有那种过山车的那种感觉。既然我们都把这个两台耳机去以一个高水平去发挥去对比的话，比方说接驳我们这个举声 X2 这么一台一体机去听的话，这两副耳机最大的区别还是这个，一个是横向声场，就是说 ADX5000的横向声场会略大一点，另一方面就是 ADX5000的这个细节量会稍微的多一些。但是 ADX3000呢，它也有这个 ADX5000在声音方面所不具备的这个优势。如果都在这个完全推好的情况下，这个 ADX5000是不是就是把我们这个 ADX3000给全方位的碾压了呢？我听下来也不是的。纵然这个 ADX5000它高级感要多一些，横向声场要略宽一些，但是它对于这个声音的这个包容性和整体的这个亲和力还是要比这个 ADX3000差一些的。如果说这个 ADX5000是这个家里面的大姐，那我觉得这个 ADX3000把它当做这个刚出规格的这个小妹是完全恰当的。它这个 ADX3000的整体声音要更加细润一些，我们听下来可能就没有 ADX5000把声场打得那么大，那么大开大合，可能会有点用力过猛的那种感觉。这种问题在 ADX3000上面是没有的。接下来我们去对比一下森海塞尔的 HD800S 耳机。这个 HD800S 耳机可能许多观众听来那也是如雷贯耳，是所谓这个古典神器。当然我认为这个 ADX3000其实在古典方面的表现，
它和 HD800S 其实是属于同样的一个级别的。HD800S 它是这个德系的这么一个耳机，它对于声音的表达其实是要更加严肃一些的，有点这种德系理工直男的感觉。它对于交响乐中铜管和声底的这个厚重的表达是更加在意一些的，但是对于弦乐和这个我们的小提琴的松香味的这种表达，它和这个铁三角的思路就不一样。铁三角 ADX3000 对于这种中高频的这种弦乐的表达和这个弦乐的奔放感的体现，其实是要胜过 ADX3000 一些的。因为包括我们古典音乐其实有很多不一样的题材，有些这个古典音乐它是欢快一些的，包括莫扎特写的这些古典音乐，它可能更多的有这些木管呀、弦乐呀这种表现声具活力的这种主题。那这个方面的表达 ADX3000 无疑是更胜一筹的。而对于这种严肃啦，包括一些女武神的骑行这种更加追求气势感和这个庄严度的题材，HD800S 就要更胜一些了。这两副耳机对比下来，我们不难看出，其实 ADX3000 最大的优势其实还是它对于这个前端的挑剔度实在是太低了。我的这个 ADX3000 耳机，哪怕我手头没有什么设备，我接个电脑就能出好声，但是反观这个 HD800S 和这个铁三角的 ADX5000，它可能对于前端就要求太高了。我买完一副耳机不算，如果说您手头现在就完全没有这个台机设备的话，那可能这个耳机10分功力只能发挥那么3-4成。那我这个 ADX3000，即便这个吃粗粮，它也能给到8成甚至于9成的这么一个表现，可能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特点。相较于 HD800S 和这个 ADX5000，它们对于前端那么高的挑剔度，那么我们可能这个 ADX3000的这个对于前端的这个不挑剔的这么一个特性，就显得更加难能可贵。放眼望去，我们旗舰级别的这种头戴式耳机能做的像 ADX3000这么不挑前端的，可能还真的是不太好挑。好，今天我们对这副 ADX3000的简单评测，就说到这里。具体这副耳机如何，您不妨亲自走一趟我们原声带的实体店，来亲自领略下这个 ADX3000耳机的独特魅力。我相信这个 ADX3000还是能给到您不小的惊喜的。